废柴阴暗批男主打赌失败，向校花告白，竟然被对方直接答应下来，而且当天就要把处男主变成大人。这大概是10月最逆天的恋爱番了。男主龙斗是最不起眼的那种人，结果新学期分班，竟然跟校花女神白河分到了一个班。白河虽然长得好看还受欢迎，但其实在男生之中的风评并不好，大家都说她隔2-3个月就会换一个男朋友，而且为人非常随意，玩得很大。男朋友换的情是因为满足不了她。这些话龙斗从高1就在听了，却并不相信白河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万万没想到女神竟然主动跟他搭话了，虽然只是借一下铅笔，然后直接用龙斗的桌子填资料，胸前若隐若现，让龙斗忍不住心猿意马起来。接过铅笔时，女神又朝他绽放出一个笑容，让他更加的欲罢不能，彻底坠入爱河。这天，龙斗和2个同样不起眼的朋友在天台上吃饭，聊起了他们都在追的一个主播肯，3人都是肯的粉丝。不过2个朋友比较狂热，连主播的粉丝场都想参加，可惜那一场是在考试期间，他们想参加也没有时间，还害得考前也无法学习，估计这一次考试成绩悬喽。想到这里，3人干脆打赌，这次成绩最好的人要听成绩最差的人指使。结果自然不用多说，2个没及格的学渣被龙斗的成绩吊打，于是龙斗就必须接受惩罚，向喜欢的女孩子告白，理由是现在他俩身处人生最低谷，只有看到龙斗被妹子狠狠拒绝，心里才会好受一些。龙斗本来想以自己没有喜欢的人含糊过去，脑海中却突然出现了白河的笑脸，瞬间羞得满脸通红。这一下实在瞒不住2个好友了，只能愿赌服输，放学后等着白河来赴约，然后向他告白。而2个好友都在草丛里蹲着，想看他被狠狠羞辱。其实龙斗的心中反而很平静，他早就做好了会被拒绝的准备，甚至人家能不能来他都不敢保证。然而就在这时，浑身散发着光芒的白河出现了，他拿着纸条问龙斗这是不是他留下的。龙斗支支吾吾的肯定了，即便是面对如此没有存在感的自己都这么温柔，这让龙斗涌出了足够多的勇气，向白河说出自己的感情。他语无伦次的告诉白河自己喜欢他，白河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问龙斗喜欢自己什么。龙斗回答，因为觉得他很可爱，这么纯情，把人家校花给整不会了，于是当即同意下来，那就交往试试看吧。阴暗批废柴跟校花告白，竟然一举拿下，理由则是反正我现在也是单身呢。没错，白河并不喜欢龙斗，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龙斗叫啥，答应他的告白只是因为刚好自己是单身。面对这样的诱惑，龙斗自然是欣然同意，就是苦了他那2位好友，这一下更被好友甩开了一大截。确认交往后，龙斗和白河就一起回家了。在路上，龙斗不解地问白河为什么愿意和自己交往，他有着深深的自卑感。在上国中的时候，就曾和一个女生告白过，结果却是大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他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他觉得白河肯定不会喜欢自己这种人，白河也并没有否认，但是没关系，现在开始认识，然后再喜欢上不就行了吗？更何况龙斗也不了解他的事情，而且其实白河对龙斗也是有那么一点好感的。这一下可吓到龙斗了，难道女神真的是那种来者不拒的类型？白河也很快意识到被男朋友误会了，赶紧解释他也是有自己喜欢的类型的，比如不剪指甲和浑身汗臭的男生，他就完全无法接受。这妹子的恋爱观果然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喜欢上了才尝试交往，他是先交往，再在相处的过程中喜欢上对方。之前接受其他男生的告白也是这个原因，却被传成了来者不拒。而白河在和任何人交往的过程中都是非常专一的，只是和他告白的男生基本就是抱着玩一玩，上手就扔的态度，还没发展出真正的喜欢就腻歪了白河，然后把他甩掉。龙斗总算知道谣言都是怎么传出来的。就在这时，白河到站了，龙斗理所应当的看着他下车，却被提醒你不送我回家吗？赶紧下去听话的送女朋友到家门口。但这还没完，把人送回家之后，龙斗都准备走了，又被白河叫住，你不来我家坐一坐吗？还特地暗示家里人都上班还没回来，换句话说，现在进去就是孤男寡女的独处啊。纯情小处男瞬间就心神荡漾起来，情不自禁跟着女神来到了他的卧室，粉粉嫩嫩，一看就是小公主住的地方。白河招呼龙斗坐下，自己则下去给他泡茶。人刚走，龙斗就忍不住打量起房间，感觉空气中都充斥着白河的味道。这时他又注意到衣柜的一个抽屉没关好，立刻就陷入了天人纠结当中，究竟要不要拉开看一看？最终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智，龙斗朝抽屉伸出了罪恶的手。第一次来女朋友家，竟然就敢偷看胖子了，不敢想这个处男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疯狂举动。可惜
际就在龙斗拉开抽屉的一瞬间，白河端着茶回来了，吓得他直接摔倒在地。白河却天真的以为是自己没关抽屉，理所当然的从里面拿出一件泳衣展示给龙斗看，原来不是内衣呀，刚刚白激动了。白河让龙斗随便坐，可是房间里唯一能坐的也只有床了呀。龙斗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白河却会错了意，看他不坐过来，还以为他想做别的事情，当即表示可以的，但要先去洗个澡。龙斗一脸懵逼，为什么话题突然就跳到了这里？再一看，女神已经开始脱衣服了，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已经不难想象了，脱处之日就是今天。然而龙斗竟然阻止了女神继续脱衣服，他觉得这种事情对于他们刚刚交往的人来说还是太快了。白河却觉得反正他们已经交往了，早做晚做都得做，不如想做就做。龙斗小心翼翼地告诉白河，他想更加珍惜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事情他想在更合适的时机去做。白河像是第一次认真想这种事情，他还以为这是女朋友必须履行的义务呢。龙斗也终于明白过来，为什么女神这么优秀还会被甩，就是因为太好得手，很快就会玩腻，而那些男生也都是单纯馋身子才跟他告白的。于是这一次他的理智战胜了欲望，决定亲自掰正白河的恋爱观。虽然回去的路上就立马后悔了，毕竟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了，但是白河心情很好，他还是第一次交到龙斗这么真诚的男朋友，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这世界还有这样的男生啊。龙斗便趁热打铁对白河展开了教育，就比如他喜欢白河，那就绝对不会因为白河不跟他做就跑去找别的女孩子，所以他希望白河以后做这种事情也是发自内心想做才做的，而不是将其当成女朋友的义务。白河大为感动，并且抓住重点，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不定他真正想跟龙斗做的时候，他们之间就不再是浅薄的喜欢了，而是真正的喜欢了呢。阴暗批男主告白校花一举成功，交往当天就要被夺走处男之身，结果龙斗竟然言辞拒绝了，只因为他想和女神白河搞纯爱，这种事情想等白河真正爱上他之后再做。虽然回去后龙斗就后悔了。今天是他们交往的第二天，龙斗刚到学校就收到了白河发来的短信，说自己睡过头要迟到了。龙斗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就让他骑自行车赶紧过来，还能赶上第一节课。于是在第一节课上课没多久后，闪闪发光的白河就来到了教室，瞬间就吸引了所有男生的目光。龙斗一想到这样的女神现在是自己女朋友，就激动不已，一下课就迫不及待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两个好兄弟。他们听说龙斗拒绝了校花的求爱后，恨铁不成钢，你小子不能上就让我上啊，更何况你不会真的以为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吧。龙斗本来就不自信，被他们这么一说更加笃定白河只是跟自己玩玩而已。没想到一回教室，白河就主动跑过来和他聊天，龙斗却被他的辣妹朋友的和善目光吓退。之后的一整天，白河都非常主动，龙斗则因为太在意周围人的目光，一直在试图躲避，最后只能把白河叫出去，希望他能暂时向别人隐瞒他们正在交往的事情，在学校里也尽量不要说话。白河得知了龙斗的困扰后便同意下来，但他很想和男朋友聊天待在一起，那就只剩下周末了。于是两人便约好周六一起出去约会。处男龙斗第一次和妹子约会就是这种级别的美少女，以至于前一天晚上激动到睡不着觉。这时白河打来了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白河穿着宽松的居家服，问龙斗约会想要去哪里。那么多选择里，龙斗直接选了最土但也最不容易出错的看电影。可他一年才看一次电影，根本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影片。白河又问他为什么想要跟自己约会，龙斗扭扭捏捏的表示他想更加了解他的事情，想知道他平时休息日都会干什么，反正自己啥都行，不如跟着白河的步调来安排。白河交往了那么多人，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想要陪他做他喜欢的事情，对龙斗的好感忍不住嗖上涨，就决定明天由他来安排了。挂断电话后，龙斗心猿意马，白河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难道是开房吗？结果第二天怀着期待去赴约，却被带到了商场。不过看着穿着漂亮衣服又兴奋的白河，龙斗心里同样甜滋滋的，任劳任怨跟在女朋友身后帮忙拿东西。好不容易有了休息的机会，白河有些担忧的问他感觉无不无聊，毕竟他完全没看店里的商品，
只是一个劲儿的跟在自己身后。龙斗赶紧否认，并没有无聊，他不看商品是因为忙着看白河呢。会想原来他喜欢这样的衣服啊、饰品啊什么的，看起来真可爱，所以陪白河买东西他也是很开心的。像白河这种游刃有余的辣妹，最怕的就是羞涩小男友突如其来的直球，搞得她也跟着害羞了起来，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个新男友的与众不同。就在这时，白河接到了好闺蜜打来的电话，龙斗想也知道那个辣妹肯定在说自己坏话，说不定还会劝白河赶紧跟自己分手，而且仔细想想，她也没有任何值得喜欢的地方。终于龙斗的担忧成真了。约会结束后，白河就再也没有回过他的消息，刚交往1天的女朋友就开始不回消息。据他观察，白河从来手机不离身，之前也基本都是秒回，现在距离他发消息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都还没显示已读。龙斗忍不住脑补起了白河和别的帅哥这样那样的场景，为了不再纠结，干脆扔下手机去追肯的直播。一直到周一早上来到学校，刚和好兄弟们打完招呼，就看到白河被几个帅哥围了起来。帅哥们热情的邀请白河去看他们的足球赛，但是白河婉言拒绝。龙斗的2个朋友也看到了这一幕，安慰他不要在意，英爵的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呢。直到放学回家后，龙斗才收到了白河的信息，让他现在去车站一趟。龙斗已经做好了今天就要被分手的准备，去的路上一直在后悔那天没能处男毕业。终于他在公园见到了白河，对方还是那么耀眼。龙斗刚想开口说一下分手感言，白河就乐呵呵的给他展示了自己的兔子大叔手机壳，还说这是他好不容易才买的限量商品，一人只能买1个呢。说着就掏出了另一个递给龙斗。龙斗一脸懵逼，原来昨天白河是为了买情侣手机壳，特地喊上好闺蜜陪自己一起排队的，结果还没开店，手机就玩没电了，所以一直没能回龙斗的消息。因为想给龙斗一个惊喜，就迟迟没说，殊不知惊喜直接变成了惊吓，吓得龙斗还以为他要和自己分手，现在意识到原来只是个误会，甚至女朋友还特地为他买了手机壳。龙斗心中又感动又欣喜，为自己能成为白河的男朋友而感到庆幸。回家的路上，白河提醒龙斗，今天是他们交往1周的纪念日，刚刚看他脸色那么不好，还以为他不喜欢这个礼物呢。龙斗只好告诉他自己以前有过心理阴影，那还是他上初1的时候，有一个温柔美少女同桌曾暗示过龙斗自己挺喜欢他的，于是龙斗就鼓起勇气告白，万万没想到对方留下一句我只把你当好朋友就走了。从那之后，龙斗面对女孩子就一直没什么自信，不过就算当时告白成功了，初1的恋情又能持续多久呢？白河却反驳他，说自己的父母就是从初1的时候交往的，双方都是初恋，高中一毕业就结婚，白河一直很向往那样的恋情。这时路上驶过来一辆跑车，平时最喜欢车的龙斗立刻开始喋喋不休地介绍起来，让白河也忍不住有感而发，也许我也像跑车一样吧，他一直想追逐父母赶紧成为大人，所以才去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进展总不顺利，就算交往了也很快就会分手，而白河的父母最后也还是离婚了，这让他陷入了迷茫，不知道该如何才能成为他想象中的那种大人。龙斗便告诉他，跑车并不是为了达到目的地才飞速奔驰的，而是为了享受飞驰本身的乐趣而诞生的车。白河平时被朋友包围着，同时自己也在全力享受青春，就是这方面才更像跑车呀，更何况龙斗最喜欢的就是跑车了。那天傍晚，少年少女一起在夕阳下奔跑，晚上白河还告诉好闺蜜自己想一直和龙斗交往，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第2天他们班就来了个新同学，这是龙斗第1次告白的那个女生黑濑海爱。龙斗的脑海中再一次浮现当初告白被拒的场景，不过很快就安慰自己已经有白河这么好的女朋友了，没必要再执着于过去。结果老师偏偏把黑濑安排在了他旁边的座位，黑濑同样认出了龙斗，一下课就跟他打招呼，龙斗却打定主意要和这个女人保持距离，放学后悄悄离开教室，却被白河的那位好闺蜜气势汹汹的叫走了。好闺蜜山明将龙斗带到了快餐店，看着龙斗一口一口吃着薯条就是不说话，吃完后才问他知不知道下周末是白河的生日。龙斗是真的不知道，好在现在知道了，而山明找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提醒他好好为白河准备生日礼物。可龙斗还不知道白河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呢，想到白河特地为他准备了交往1周的纪念惊喜，他当然也得准备个惊喜回报他。山明听到龙斗的话便坐了回来，毕竟他也希望白河能开心，殊不知此时有一个摄像头悄悄对准了他们。
果然立刻就有人把照片发到了群里，白河也在地铁口等着龙斗询问情况。龙斗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白河下周末有没有空，如果有的话希望能帮他庆生。白河立刻明白过来是山明告诉龙斗自己生日的事情，立刻就放下心来，笑眯眯的拎着包离开了。毕竟要是被同学们发现他们待在一起就不好了。龙斗也热情澎湃，准备这周内就安排好完美的约会计划。终于到了白河生日这天，龙斗直接带他来到他最喜欢的元素，一到地方就点了珍珠奶茶。白河对奶茶非常满意，不枉龙斗这一周以来喝了无数杯奶茶作为对比选出来的最好的一家，一时兴起把其他拥有各种特色奶茶的店也挨个介绍了一遍，听得白河瞬间陷入了宇宙。他还以为龙斗也喜欢珍珠奶茶才会这么深入研究的。龙斗不好意思的告诉他，是因为他喜欢。果然真诚才是最大的必杀技。这杯奶茶也是白河至今为止喝过最好喝的，但并不妨碍他想和龙斗把其他的店也全部逛一逛。于是一整天两人不是在喝奶茶，就是在喝奶茶的路上。因为喝了太多，龙斗在这家只买了一杯给白河，白河觉得这杯也很好喝，便将自己喝过的直接递给龙斗，让他也尝尝，这不就是间接接吻吗？龙斗接过奶茶，做足心理建设，终于吸上了那根吸管。这吸管真甜啊，不是，这奶茶真软呀。最后两人喝了一天奶茶，准备离开元素。龙斗鼓起勇气想告诉白河关于黑赖的事情，刚准备说，就听到旁边小情侣的女生感谢男朋友送的礼物。龙斗才想起来自己还没送礼物呢，不好意思的掏出钱包道歉，表示他原本是想让白河自己挑选生日礼物的，但是喝了一天奶茶后只剩下1000日元了。然而白河却直接抽走了他的那张奶茶地图，上面详细记录了哪家店的奶茶是什么味道的，各自有什么特色。对于白河来说，这份为了他而亲手制作的地图才是最有意义的，所以他想要的礼物只有这一个，也希望下次能再和龙斗来一场奶茶约会。最后两人开开心心的离开，白河也度过了最开心的17岁的第一天。那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学校又开始流传关于白河不好的流言，说她榨干了一个男朋友就换对象，交往期间不管干什么都让男朋友掏钱。龙斗和山明都听说了这个传言，不过他们都不知道究竟是谁传出来的。在此期间，黑赖开始狂撩龙斗，先是对之前拒绝他的事情道歉，然后表示那时候他还不太懂跟人交往，现在他已经懂了龙斗的优点。结果龙斗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言外之意是曾经的我你爱搭不理，现在的我高攀不起。当然他并没有说自己的女朋友是校花，他主要是担心被别人知道白河会被嘲笑。就在这时，龙斗看到女朋友被一个男生拉进了空教室，就悄悄趴在门边偷听，原来是向白河告白的。白河表示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同样尊重龙斗的意愿，没有说出交往对象是他，让龙斗大受感动。结果一回去就听到黑赖在说他女朋友的坏话，说自己的朋友是白河的前男友。他说跟白河交往的时候真的很累，不仅以自我为中心，他老是让男朋友掏钱，总之是个非常任性的人。龙斗越听越生气，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知道白河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就问黑赖是听谁说的。黑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那个人的名字，甚至还继续说白河的坏话，气得龙斗把铅笔都给折了，警告他不要再说白河的坏话，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是最好的女朋友。说着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公开了自己和白河的关系。阴暗宅男好不容易交上了校花女朋友，结果发现学校里到处都有人说他女朋友坏话，于是宅男愤而雄起，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开自己和校花的关系，告诉他们白河才不是那样的人。刚好白河就在旁边，看到龙斗都愿意承认了，自然是欣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于是那些关于白河会让男朋友包养自己的谣言直接不攻自破，毕竟龙斗看上去可不是什么有钱男友啊。没想到刚刚拐弯抹角在龙斗面前说白河坏话的黑赖不乐意了，气呼呼的从教室跑了出去。龙斗连忙追过去质问那些谣言是不是他散布的，黑赖承认了。龙斗也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白河和黑赖竟然是双胞胎姐妹，只不过当初两人父母离婚，黑赖跟着妈妈离开并改了姓，从小他就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白河天生就会撒娇，几乎受到了所有人的宠爱。黑赖性格内向，不会表达自己的心情，父母离婚的时候也是，只有他离开，只有他改姓，只有他转学。从那时起，黑赖就知道了必须成为白河那种受欢迎的孩子才能获得幸福。他拼命改变自己，可是转到这个学校后，发现姐姐还是第一，还是最受大家的喜爱。
被嫉妒和愤怒冲昏头脑的他开始散播谣言，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讨厌白河。没想到龙斗会站出来说话。其实听到这里，龙斗已经不想责备黑赖了，甚至觉得他和自己很像，他也不擅长表达自己，所以每次看到白河那么真诚地对待他人，就会觉得很耀眼，很感动。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变成白河那样的人，但对于他们来说只会徒增痛苦。他相信黑赖也会遇到一个自己心甘情愿为之改变的对象。这一番话说得黑赖忍不住心动，表面上又傲娇的不可承认，结果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去了。龙斗赶紧上前扶住他，这近距离接触又让他脸红心跳，连忙说自己想一个人静一静。而龙斗刚走到教室门口就遇到了白河，下一秒山明也冒了出来，难得对龙斗表示了赞赏，然后一个人去打工，让龙斗和白河小情侣好好聊聊。回去的路上，白河问龙斗不是不想公开吗？龙斗表示，但他更不想白河遭到大家的误解。知道龙斗都是为了他，白河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原本以为自己不在意那些传闻的，可是怎么可能不在意呢？不过自家男朋友不相信，就给了他最大的安慰。但他还是问了龙斗一个送命题，当女朋友问你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回答？你又不知道我跟你交往前是什么人，怎么就能确定那些坏事不是我做的呢？来看看男主给出的标准答案，我喜欢的是现在的白河同学。他只需要看现在的白河，就知道他根本不可能做出那些事，更何况过去已经过去了，不管传言是不是真的，他们都应该抛弃过去。另一边，黑赖已经开始纠结新的问题了，我该不会是喜欢上龙斗了吧？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坚决不能喜欢上龙斗，不然他就又不能成为第一了。第二天，龙斗战战兢兢地去了学校，本来以为会受到同学们的嘲笑，没想到大家对他的态度反而更加友善了。下午放学后，就光明正大和校花女友去奶茶店约会。白河觉得不能总让龙斗为自己努力，他也想要了解一下龙斗的喜好。龙斗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白河，自己周末一般就看看游戏实况影片之类的。白河完全没有听说过，龙斗就兴致勃勃地给他介绍自己的偶像肯，听得白河猫猫宇宙都出来了。虽然不是很懂，但他也想看看让龙斗如此快乐的实况影片。龙斗便掏出手机给他展示了一下，感觉确实挺好玩的。可龙斗的眼神却粘在白河的嘴唇上，下不来。现在他感觉他们俩的距离已经近了一些，是时候将一些情侣该做的事情提上日程了吧。不过龙斗对此毫无经验，只能求助另外两个同样毫无经验的好友。你小子到底是来寻求建议的还是炫耀啊？两个好友表示，接吻这种事情他们也爱莫能助啊，如果只是牵手的话倒还有点办法。于是放学后，龙斗邀请白河周末去上野公园约会，白河欣然答应。殊不知男朋友这暗戳戳搞什么计划呢？他打算到时候带白河去坐小船，将上船地方的地板翘起一块，等白河差点绊倒的时候赶紧拉住他，这样就能顺理成章的牵手了。一直在想约会事情的龙斗突然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没想到一旁的黑赖悄悄给了他提示，让龙斗能蒙混过关。而黑赖只是小心翼翼，希望龙斗不要讨厌自己。龙斗让他放心，黑赖立刻喜笑颜开，却又随即露出了寂寞的神色。终于到了约会那天，龙斗本来打算直接开启计划，白河却扭扭捏捏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份亲手制作的便当。龙斗大为感动，尝了之后赞不绝口，把便当吃得干干净净。吃饱喝足后，白河主动提出想去开小船，校花差点摔倒，这个男生竟然还很高兴。白河确实被绊到了，龙斗注意到后立刻冲上去想牵住他的手，结果人家自己轻盈一跃，直接跳到了船上。龙斗安慰自己没关系，反正下船之后还有一次机会呢。然而下船的时候，白河依旧是轻盈一跃，龙斗彻底没机会了，以至于回去的时候都心不在焉。他确实很想和白河亲近，可是一旦尺度把握不好，那和他之前那些男朋友又有什么区别呢？白河也敏锐地察觉到了龙斗的不对劲儿，还以为他要跟自己分手，让他想说什么就说吧。龙斗吓得赶紧否认，解释他刚刚只是想再搭一次小船而已啦。
不分手白河就放心了，不就是再开一次船嘛，满足你。于是两人又回到了开船的地方。这一次龙斗选择主动出击，率先上船，然后朝白河伸出了一只手。白河脸通红的握住龙斗的手上了船，虽然没握多久，但是女朋友的小手香香软软的，让龙斗欲罢不能。至此他已经彻底满足，开始非常卖力的划船。殊不知白河也对刚刚的牵手非常的满足。其实他最近一直都很想和龙斗牵手，也在努力试着更加靠近他。这一下龙斗不得不坦白了，他也特别想跟白河牵手。互相坦白之后的氛围实在太美好了。白河干脆站了起来，在龙斗的面前扶着他的肩膀，直接对着嘴唇来了个亲亲。好家伙，龙斗还在纠结怎么牵手呢，女朋友就直接快进到亲亲了。白河告诉龙斗，自己想和他变成真正喜欢彼此的情侣。上岸的时候，两人再一次牵了手，这次牵了就没再松开。回去的路上，白河表示龙斗可以直呼他的名字月爱，可惜龙斗太羞涩，怎么喊都喊不出来。不过没关系，反正这种事情都是要顺其自然的。牵着牵着，白河又说龙斗的手太凉，所以由自己来温暖他。不得不说，这个女生不是白交那么多男朋友的，这也太会了呀。而白河也变得越来越喜欢龙斗。然而和他一样喜欢的还有黑赖，他知道龙斗只喜欢姐姐，既然如此，那他就变成姐姐抢走他。校花女朋友敞开浴衣半卧在床上，这个男人竟然无动于衷，究竟是他不行，还是他根本不喜欢这个以前来者不拒的女朋友呢？不久前快要考试了，白河成绩不太行，却让男朋友龙斗给自己补课。龙斗完全不嫌弃笨笨的女友，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白河记住英语单词。这俩人连补课学习都能让周围冒粉红泡泡。回去的路上，白河提醒龙斗，这周末可是他俩的交往1个月纪念日，他很想和龙斗一起去海边玩。龙斗瞬间脑补起了女朋友穿比基尼的模样，毫不犹豫地同意下来。很快考试成绩出来，白河在龙斗的辅导下进步非常大，而龙斗本来成绩就好，分数是女朋友的2倍还多。黑赖注意到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就故意找没人的时候跑去问龙斗能不能辅导自己学习。可惜龙斗是难得标兵，只想辅导自己的女朋友，找各种借口拒绝黑赖。没想到都这样了，对方还纠缠不清，还直白的说想要龙斗的联系方式。龙斗虽然同意了，但也告诉黑赖自己是不会主动去联系他的。即便如此，黑赖还是厚着脸皮加上了。周末一大早就给龙斗发消息，问他有没有时间教自己做题。龙斗自然是找借口拒绝。这时一身清凉的白河到车站了，龙斗瞬间喜笑颜开，好一个双标的纯爱战士。两人很快来到了白河心心念念的海边，换好泳衣后，白河捂住龙斗的眼睛，给他来一个惊喜。这前凸后翘的身材再加上靓丽的容颜，这么好的美少女竟然是我女朋友。龙斗都不敢直视白河了，却被对方拉着一起跑向了海边。接下来就是仅限男朋友的福利项目了，涂防晒。白河还特意提醒龙斗，绳子下面也要涂，可以解开的哦。龙斗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结果一摸上去，白河就痒得咯咯直笑。为了压枪，小伙子只能默背惩罚口诀。终于快乐又煎熬的时间结束了，白河又喊龙斗去水里玩，两人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上午。中午休息的时候，龙斗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想说的话。看到的第一眼，他就想夸白河的泳衣很适合他了。这么纯情的男朋友，搞得身经百战的白河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不枉她拉上好闺蜜，试了30多件才确定下来这一套。山明还帮白河做了和泳衣同色系的美甲，龙斗看了自然也是赞不绝口。两人交往已经一段时间了，却止步于接吻。没想到今天连老天爷都帮他们。准备走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于是两人顺理成章的在附近找了旅馆，为了省钱又顺理成章的只订了1间房。一进房间，龙斗就让白河赶紧去洗澡，毕竟淋了雨，不赶紧洗澡换衣服会很冷的，才不是因为想看女朋友的浴衣呢。等白河一进浴室，龙斗就开始发癫，这可是绝佳的上垒机会啊！而且订房间的时候，白河也说了一句我可以的，究竟是指可以住同一间房，还是可以更进一步呢？心情激动，气血下涌的龙斗只能用仰卧起坐来缓解。跟洗完澡出来的白河解释，
自己只是在锻炼腹肌而已。白河听到就想上手摸摸，吓得本就在动摇的龙斗赶紧躲开，生怕把持不住直接把女友扑倒。白河就有些失落的让他也去洗澡。洗完澡后，两人躺在了紧挨着的床铺上，外面又是风声又是雨声，吵得两人心绪不得安宁，双双失眠。于是白河干脆坐了起来，问龙斗做吗？校花女友对阴爱宅男发来做爱做的事情的邀请，宅男心里想的不行，却还要继续矜持，因为他觉得白河并不是自己想做。白河却觉得反正自己喜欢龙斗，对这种事情也不排斥，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男朋友忍耐呢？不过之前他和龙斗第一次接吻的时候，就是他因为太喜欢龙斗而情不自禁的举动，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所以他也很期待等自己全身心喜欢上龙斗之后，真正想做的时候才做，会是多么的快乐。听到女朋友这么说，龙斗果断选择压枪，反而引起了白河的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压抑自己呢？龙斗便告诉他，因为我喜欢你，因为喜欢，所以尊重对方的感受。白河的心被触动了，她突然很想要男朋友的抱抱，两人便坐起来紧紧相拥，这还是他们的第一次拥抱。龙斗嗅着白河的体香，白河感受着龙斗身体的温暖，抱了很久才重新躺回被窝，躺下了也要手拉手一起入睡。与此同时，可怜的黑赖还没等到龙斗的回信，突然他露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笑容，看来这是要黑化了呀。第二天，龙斗先送白河回了家，昨晚一整晚都没能睡着，都怪白河睡觉太不老实了。刚准备回家补个觉，没想到半路遇到了山明，还被拉到了他兼职的餐厅。山明对龙斗这个男朋友的表现非常满意，跟之前那些只缠白河身子的老色批不一样。不过白河身上有2个月的强的诅咒，之前的男朋友都是没有超过2个月就出轨了，越临近2个月，关系就越接近冰点，最后直接分手。山明就是想提醒龙斗，这段时间千万不可以让白河感到不安。龙斗赶紧答应下来，结果还没到家就接到了黑赖的电话，可接通后那边竟然是白河。原来白河去了妈妈家，手机没电了，就借了黑赖的电话打给他。白河说想跟龙斗说会儿话，邀请他跟自己一起去学校。本来想回去补觉的龙斗想起白河的不安，还是选择答应下来。到学校的时候天都黑了，白河则在体育器材室等着他，一看到他就直接说自己想做，明明昨晚还说期待全身心爱上龙斗再做这种事情，怎么一天就改变了主意？不等龙斗想明白，白河就走了过来。然而与此同时的白河家里，真正的白河正在跟山明通电话，他信誓旦旦地说龙斗就是他最后一个男人。假白河直接抱住了龙斗，但昨晚刚抱过白河的龙斗瞬间就察觉了不对，立刻把人推到一边，同时认出了面前的女生其实是白河的双胞胎妹妹黑赖。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电话也是黑赖假装白河打的，可即便被戳穿，黑赖也不想放弃，告诉龙斗自己还是第一次，跟姐姐那种来者不拒的人不一样，求着龙斗做这种事，哪怕把他当成白河也无所谓。震惊，小姨子竟然要把第一次给我。龙斗心中又惊讶又有些生气，因为他是绝不可能背叛女朋友的，更何况这样对黑赖也不公平。就在这时，保安大爷过来检查，看到器材室的门还开着就过来了，吓得龙斗和黑赖赶紧跳窗离开。出去后，龙斗问黑赖是不是为了报复白河才找自己的，然而人家是真的喜欢他。黑赖干脆趁这个时机激情告白。自从龙斗戳穿黑赖造白河的黄谣并骂他以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实率真的男生，结果还被对方毫不犹豫地甩了。黑赖多多少少能理解龙斗当初向自己告白被甩的心情了，哭着向他道歉。龙斗下意识想要安慰他，但是这种不上不下的温柔反而会伤害到对方。可黑赖突然抓住他的手，说自己哭会儿就好了。最终龙斗还是没能狠下心拒绝他，万万没想到他俩竟然被偷拍了。第二天那张照片就在学生中传开了，黑赖否认这件事不是自己做的，还表示会帮忙澄清，他们俩就到此为止吧。不过在龙斗离开时，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如果当初他答应了他的告白，现在他身边想必就是自己了吧。龙斗没有直接回答，黑赖自己也觉得尴尬，刚想和他一起离开，又被白河和山明给撞见了。白河这才知道，以前那个给龙斗造成心理创伤的人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再加上那些传言，本就不安的白河直接被气跑了。山明也气得给龙斗一巴掌后跑去追白河。今天本来是结业典礼的日子，但直到
到典礼结束，白河都没回来，龙斗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和挽回。暑假期间，龙斗要上补习班，每天都给白河发短信，对方却一句也没回过，甚至连已读都没有。他也曾在晚上不知不觉来到了白河家附近，却始终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而龙斗的2个好兄弟则相约去了海边玩耍，并且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赶紧拍照片给龙斗发了过来。白河抱着一个男人的胳膊，喜笑颜开，龙斗瞬间就坐不住了。一直以来他都对自己太自信了，以为白河喜欢自己就万事大吉，可那天人家都露出那样难过的表情了，他居然还在摆烂，每天发个短信就以为努力过了。现在好了，女朋友跑别人怀里了吧？等龙斗赶到那片海滩的时候，白河正在跟山民自拍，这时照片上的男人走了过去，婉拒了白河的拍照邀请后，看到了下面的龙斗，就说了句欢迎光临。白河和山民这才看见他，龙斗话不多说，直接道歉，然后跟白河讲了来龙去脉，包括黑赖向自己告白被拒的事情，被拍到的那张照片就是那时候的。话说清楚后，白河自然也原谅了龙斗，毕竟他也能理解黑赖喜欢上龙斗的心情。说到底，龙斗只是太温柔了，没办法抛弃正在哭泣的黑赖一个人而已。白河作为黑赖的姐姐，反而很感谢他。至于一直没看消息，是因为那天他太震惊，把手机给摔坏了，没修手机就跟山民跑来了这里。而这家店的店长，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男人，其实是他叔叔。现在误会全部解开，小情侣终于重归于好。白河因为不想再逃避，昨天就把手机送修了，没想到修好之前，龙斗就跑来这里找他了。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当天晚上，白河还邀请龙斗在叔叔家留宿。进去之前，他问龙斗这个夏天能不能一直陪在自己身边。龙斗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呀。就这样，阴暗宅男和校花女友的暑假同居生活开始了。这个少年还没上本垒脱离处男之身，结果女朋友就已经想给他生好多小孩了。龙斗的压力瞬间就上来了，女朋友对他认认真真考虑和他的未来，他却每天只想着怎么跟白河的关系更进一步。不过想想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了。就在这时，龙斗听到了白河的惊呼声，去厨房一看，原来是没有马铃薯了，可他还想给龙斗做马铃薯炖肉当惊喜呢。没想到龙斗已经听见了，两人便干脆一起去超市买马铃薯。回去的路上，龙斗承包了拎东西的任务，白河想跟他牵手都没办法，便帮忙提了一下，两人手拉手一起回家。婆婆本来是坐在厨房看着他们做的，但是小情侣之间的氛围完全不允许其他人插足，就默默离开，还带上了门。白河很喜欢这种和龙斗一起下厨的感觉，就好像两人是新婚小夫妻一样。龙斗瞬间就羞红了脸。终于马铃薯炖肉做好了，白河亲手喂给龙斗尝了一口，竟然意外的很好吃，两人的心情都说不出的愉悦。这还是白河第一次谈恋爱，谈得这么开心。另一边，黑赖在图书馆学了一天，也回到了家。妈妈告诉他，今天沙袋奶奶打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去玩，还说今年白河和班里的男同学也一起去玩了，家里很热闹。黑赖顿时不淡定了，想也知道那个男同学肯定是龙斗，可他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龙斗和姐姐，就找借口说和学校的朋友有约，今年不能回去参加夏日祭典了。白河听到沙袋奶奶说了这个消息，担心黑赖可能是在躲着他们。其实他和黑赖也2年没见面了，就算前段时间黑赖转到了他们班，他觉得黑赖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姐妹，也没有去找他说过话。他明明是很喜欢这个妹妹的。白河询问龙斗自己该怎么办。龙斗想了想黑赖之前说过的话，觉得还是得给他一些时间自己想清楚。突然白河灵机一动，觉得或许可以和妹妹先从朋友做起，慢慢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这样过段时间他们就又可以像以前那样做好姐妹。他还邀请龙斗和自己一起，龙斗自然没有理由拒绝。这时叔叔带着修好的手机回来了，白河迫不及待地打开看起了讯息，感觉才几天没接触网络就开始跟不上潮流了。看到大家都在拍小视频，白河也拉着龙斗一起拍了一个。2周后，叔叔给了龙斗一份薪水，感谢他这段时间的帮忙，这还是龙斗第一次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钱，而且今天刚好是他和白河交往2个月的纪念日，晚上可以用这笔钱带白河在祭典上好好玩一玩了，当然惊喜也是必备的。
龙斗就先去祭典上逛了一下，快到家的时候接到了白河打来的电话，他先不要进门，等自己说可以了才可以。终于龙斗得到了允许，拉开了门，映入眼帘的只是身穿浴衣的超绝美少女，没有任何一个日本男生能抵挡住女孩子浴衣的诱惑。龙斗看到白河后疯狂心动，白河还为他也准备了一套，换好之后两人就迫不及待的去祭典玩了。白河注意到那边有卖生辰石戒指的摊位，就过去问有没有月长石的，却得知已经被卖出去了，只能遗憾的回到了龙斗身边。其实龙斗这还是小学之后第一次参加祭典，起司热狗还有苹果糖之类的也是第一次吃，上次的珍珠奶茶就更是第一次了。仔细想想，他和白河一起经历了好多自己的第一次，白河听了心里却很不是滋味。他很向往能像妈妈那样和第一次交往的人结婚，可为什么他不是第一次呢？不管是吃起司热狗还是别的什么，他全都不是第一次了。他哭着说如果全是和龙斗一起经历第一次就好了，但龙斗并不在意这些，他温柔地安慰白河，就算那是他和别人体验过的事情，如果和自己在一起时感受到的心情与过去感受到的不一样，那他就已经很开心了。说完后，他掏出了为白河准备的礼物，居然正是白河心心念念的月长石戒指。这次白河流下的是感动和开心的泪水，没关系，他们以后还会经历很多第一次的。就在白河举起手欣赏戒指的时候，天空突然绽放了璀璨的烟花，在这里反而能看得更清楚了。白河抱着龙斗的胳膊和对方紧紧贴在一起，最后两人情不自禁地在烟花下接了一个最缱绻的吻。开学之后，白河迫不及待想实施自己的朋友计划，但黑赖一直在躲着他，根本找不到机会和妹妹搭话。龙斗注意到后，就去求助了自己的两个好兄弟，想邀请他们一起去玩生存游戏，毕竟他也想和白河一起体验双方的第一次。白河这边则叫上了自己的两个辣妹好友，对于两个好友来说，这简直是天降馅饼啊！而且白河的朋友们根本就没有嫌弃他们阴暗，甚至还主动过来打招呼，两人当场表决心，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6个人分为了2队，龙斗和白河自然在一队，再加上白河的朋友猪妹，另一队则是山民1带2。经历了一番紧张刺激的追逐之后，两个好兄弟相继出局。很快，龙斗也因为白河挡枪而下线，猪妹紧随其后，只剩下山民和白河1对1单挑，最后以山民的子弹被打完，只能乖乖举手投降结束。这场战斗最终还是现充的胜利，不过白河还是有点高兴不起来，因为龙斗刚刚是为了保护他才被打中的。山民大姐头看不惯他们卿卿我我，剪了指甲后抄起机关枪就一通狂轰乱炸，其中龙斗被打得最惨了。然而在结束换衣服的时候，白河发现自己的耳环不见了，那可是他最喜欢的耳环。龙斗听到后就蹲下来帮忙找，结果白河自己在小包里翻了出来，不管怎样能找到就好了。龙斗心里有些好奇，为什么那么好看的耳环只有单边呢？但是迟迟没找到机会问。在餐厅喝果汁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讲自己各自感兴趣的话题，惊讶的发现原来大家都是阿宅，只有白河是实打实的现充，毕竟他现在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龙斗嘛。看白河谈恋爱谈得那么幸福，山民也忍不住回忆起了自己的初恋。山民和前男友只在初2时交往了2个礼拜，那是他第一个喜欢的人。他人一听说山民上一段感情是初2发生的，下意识说了句你该不会是处，话还没说完就被处以极刑，虽然对他来说这根本就是奖励嘛。旁边的猪妹则很看重伊地知的身高，跟他的某个偶像一模一样，随口说了句好帅，这简直是对阴暗处男的最高奖励。结束之后大家散伙，龙斗和白河接着约会，两人一起去坐了摩天轮，孤男寡女独处的这种狭小空间，龙斗想要 kiss 的欲望已经快要爆棚了。白河就想起了以前看过的少女漫画的剧情，男女主在摩天轮里一边吃着糖衣巧克力一边接吻，看得他脸红心跳。虽然他们现在没有巧克力，不过接吻这种事情也不需要那东西吧。说着白河就坐到了龙斗身边，两人在摩天轮的最高处接吻，龙斗还尝到了甜甜的桃子味，因为白河今天的唇釉是蜜桃味道的。接完吻后，白河又提出想要龙斗摸摸他的头，龙斗便听话的上手揉了揉。他们的约会一直持续到了傍晚，不知不觉他们已经交往快3个月了。白河对自己还能和龙斗经历第一次感到不可思议，幸福的好像在梦里一样。龙斗就顺势问他3个月纪念日想做什么，白河就觉得纪念日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发现和龙斗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重要，都是最特别的纪念日，而且他现在第一次有种在谈恋爱的感觉。他能这么说，就是对龙斗最好的赞扬。龙斗也想尽快成长为能配得上白河的人，当下就是好好念书。为了参加周末的补习，他推掉了和白河的约会，万万没想到竟然在补习会上看到了黑赖。他下意识躲到了桌子底下，在下面爬着爬到了门口，结果刚开门准备出去，就被一个男生拍肩。哟，这也不是山田嘛。男生说完给龙斗使了个眼色，龙斗这才意识到人家是来帮自己解围的。两人来到一家咖啡厅，男生名叫中吾，是重考生，看到龙斗形迹可疑，一看就是在躲什么人，就帮了他一把，好奇的问那个女生是他什么人。龙斗觉得这人刚刚好歹帮了自己，就讲了一下自己和黑赖的事情。为了不让女朋友再感到不安，龙斗想尽量不和黑赖有私交的，没想到会跟他在同一个补习班。好心人中吾当即表示可以帮龙斗躲着他，希望他能好好学习，一把考过。不知不觉要到校庆了，龙斗的班上没人愿意当执行委员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最后还是黑赖主动举手。看到黑赖举手，白河也迫不及待跟着举，他的朋友计划终于可以开始实施了。校花女友和初恋不仅是双胞胎姐妹，还在同一个班里。这日子对于龙斗来说，每天都是修罗场。现在老是需要校庆执行委员，白河一看黑赖举手，想和妹妹搞好关系的她也迫不及待举手。好闺蜜朱妹也紧跟着站了起来。但是山明要打工，没时间，朱妹就锁定了白河的男朋友龙斗。不希望女朋友失望的龙斗只好答应下来。知道好兄弟伊地之对朱妹有意思，就又推荐了伊地之，这样就有5个人了。工作的时候自然是分成了2组，龙斗和白河黑赖姐妹一起做导览手册，伊地之和朱妹则在后勤组。这3人的关系明明错综复杂，互相之间也都知道对方的关系，偏偏还有装成一副不熟的模样。龙斗只感觉如坐针毡，赶紧把话题往工作上引。结果没聊2句，白河就问黑赖现在喜欢什么，黑赖回答也就看看影片之类的。白河激动地问他有没有看过某某和某某的某某影片，一连串的人名黑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龙斗见势不妙，赶紧问黑赖喜欢哪种影片，没想到跟他一样都喜欢游戏实况，两人立刻就这个话题聊了起来。这次轮到白河一脸懵逼了。总之这么搞下来，姐妹俩的关系没拉近，反而把龙斗累得不行。他就求助了在补习班认识的中吾，毕竟这哥们儿一看就很受女孩子欢迎。中吾也没否认，他高中的时候的确一直在跟女生玩，所以才成了复读生。其实在高中之前他只是一个运动 boy， 上了高中后才下定决心改变形象。不过让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运动 boy 时期就夸他帅的那个女孩。中学毕业后两人交往，向中吾提出改变形象的建议的也是那个女孩，但最后中吾却伤害了他，往事不堪回首。龙斗也没心情关注其他的八卦。第2次手册制作小组会议很快就来了，这次白河直接带来了样品，他就喜欢这种闪亮亮华丽丽的感觉，整体色调突出一个粉嫩，却遭到了黑赖的反对。黑赖觉得校庆又不是专属于女生的活动，搞成粉嫩嫩的男生肯定不乐意拿，所以还是高雅利落的设计比较好，还能展现出展望未来的成熟感。可白河坚持作为高中生弄得可爱点怎么啦，那么决定权就落到了龙斗身上。他心里是觉得黑赖的想法更好，但是怎么能不跟女朋友站在一起呢？只能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去找老师寻求建议。一边是自己欣赏的设计，一边是女朋友的设计，老师又催他们赶紧做出决定。龙斗心烦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想到上完补习班刚下电车就碰到了黑赖，黑赖还不知道他也在那个补习班，他就撒谎说自己是去买东西的，单独跟对自己有意思的女朋友的妹妹一起。龙斗心里更慌了，为了掩饰尴尬，一直在没话找话说。黑赖却自顾自倾诉了起来，他的妈妈2度离婚，之前读的学校是继父帮他出了学费，现在和妈妈一起生活，只能转到这所学费便宜的中学了。当然不只是学费这个原因，白河在这里念书才是最重要的。龙斗以为黑赖是想来找姐姐麻烦，事实上黑赖的确嫉妒姐姐，凭什么只有他跟爸爸一起过安稳的生活，而自己却要跟着妈妈3番2次的搬家，甚至连姓氏都改了好几次。不过他转到这所学校是因为他想让姐姐开心，白河最喜欢的就是惊喜。
黑赖就是想给白河一个惊喜。至于之前说的那些讨厌之类的话，或许只是向姐姐撒娇的一种表示，觉得反正姐姐会原谅自己，就无所顾忌。他原本以为自己走进教室的时候，白河会很开心，然后热情的向大家介绍自己这个双胞胎妹妹。然而白河并没有那么做，还露出了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所以黑赖很失望，很难过，以至于传出了那样的谣言。事后他也很后悔，好在龙斗的劝说之下，他现在又重新找回了自我。这番话也让龙斗对黑赖改观，两人之间的心结算是彻底解开了。他们还一起上了电车，到站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龙斗就绅士的提出可以送黑赖回家，却被拒绝，毕竟他是白河的男朋友，不是黑赖的，吓得龙斗直接摔了一跤，把那个补习班的资料都给摔了出来。黑赖让他不用紧张，自己早就知道他也在那个补习班的事情了。说完后就迅速刷卡跑开，徒留龙斗一个人尴尬。转眼间到了运动会这天，白河报名参加了短跑比赛，本来快要被第2名超过去了，听到旁边传来龙斗的加油声，瞬间爆发出力量，一鼓作气冲线拿下冠军。休息的时候，小情侣还甜甜蜜蜜的互相投喂，把龙斗的2个好兄弟羡慕的不行。下午白河还有一个项目是借物赛跑，看到自己要借的东西后，开心的跟龙斗打招呼，让他赶紧过来。一脸懵逼的龙斗被山民推了出去，又被白河拉着手一起往终点跑去，再一次拿下了第1名。果然有男朋友加油的人就是不一样。白河展示了纸片上写的要借的东西是喜欢的人，这不是相当于当众表白吗？另一边黑赖则换上了啦啦队队服，今天他也想好好表现一下自己，因为妈妈特地请了半天假来看他，一边和朱美聊天，一边往体育场走去。可是看到眼前的一幕，却突然愣住了。他的妈妈正笑眯眯地跟白河说话，黑赖被刺痛了双眼，找借口说有东西忘在教室了，啦啦队比赛的时候再回来，却不知道妈妈是在跟白河打听他去哪儿了。白河听说妈妈是特地来看黑赖的，就立刻转身去找妹妹。龙斗见状也跟了上去，最后还是他先在天台找到了黑赖。黑赖此时的心情无比失落，那明明是他的妈妈，妈妈明明是为他加油才请假过来的，可是看到那样的场景，他又怎么可能再过去呢？班上的同学甚至都不知道他跟白河是姐妹，妈妈也一直以为姐妹俩的关系在班上很好。黑赖不想让他知道自己造谣姐姐，以至于2人的关系无法对外公开的事情，他让龙斗不用管自己，但龙斗怎么可能不管呢？他们是同班同学，黑赖又是女朋友的妹妹，万万没想到在这关头，黑赖竟然再一次向龙斗表白，他现在还是喜欢龙斗，所以让龙斗不要再对自己这么温柔了，不然他会更加无法舍弃这段感情的。而这段话恰好被找上来的白河听到，他没有去打扰那2个人，默默离开了。运动会结束后，厂商和班主任一起来决定龙斗他们的封面设计，厂商按照2个意见做了2份，现在就是看最终定哪一份了。厂商觉得粉色的比较好，更适合高中生，班主任则考虑到了男生和家长，更倾向于黑赖的设计，最后决定权还是落到了龙斗头上。他本来想昧着良心说白河的更好，却怎么憋都憋不出词儿。白河听不下去了，让他直接说实话，他不希望龙斗变成一个会说谎的人。所有人都看向了龙斗，终于他还是说出了真实想法。如果是他要拿的话，他觉得单色调的更好一些，他选择了黑赖。10月最甜小情侣的大危机终于要来了吗？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只是因为回答错了一个问题，这个阴暗处男就要痛失校花女朋友了。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双胞胎妹妹问他喜欢谁设计的海报，龙斗说了实话，喜欢妹妹黑赖的。姐姐白河虽然嘴上说着没什么，却在回去的路上兴师问罪了。她不小心听到了黑赖说喜欢龙斗，再加上这几天他们3人的相处，白河发现龙斗和黑赖明显更有共同话题，跟自己这个正牌女友反而几乎没有相同点。这样的他们真的还有交往的必要吗？在白河问出这个问题后，龙斗顿时心慌意乱的想要解释自己跟黑赖真的没什么，也已经说出要和他保持距离，可白河还是不给他解释的机会，留下一句我们暂时不要联络就跑了。另一边黑赖也很自责，他是真的希望姐姐能过得幸福，现在也无意插足他和龙斗之间的感情了，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而龙斗不小心听到了白河打电话，对方似乎是个年长男，说要约他去池袋，白河挂断电话就直接下楼离开，连龙斗喊他都没听见。
面，龙斗只能自己失魂落魄的回家去。没想到在路上被白河的好朋友朱妹叫住，朱妹一上来就给了他震撼一击，白河可能在做爸爸活。所谓爸爸活，就是年轻女孩陪年长男性一起喝茶，然后从他们手中拿钱。龙斗大为震惊，直觉告诉他白河不是那样的人，但朱妹说她是亲眼所见，白河跟一个长得挺帅的像大学生一样的男的走在一起，背的还是超级贵的名牌包包。朱妹也不愿意相信，可白河本来就不是太会拒绝别人的人，再加上最近跟龙斗的关系不太好，他担心好友会因此自暴自弃。龙斗听完之后并没有生气，也没有因此怀疑女朋友，而是给好兄弟钟武打了个电话求助。转眼间到了校庆这天，龙斗借机带钟武进了学校，想让他帮忙揭穿那个爸爸活男的身份。钟武觉得既然龙斗那么在意，为什么不干脆直接问女朋友呢？就在这时，朱妹迎面走来，看到钟武就尖叫一声，就是他。事已至此，钟武也明白过来了，问龙斗的女朋友是不是叫白河。龙斗的心情瞬间荡到了谷底。虽然他可以确定白河绝对没有在做爸爸活，但是看样子钟武大概率是白河的前男友了。钟武赶紧解释，白河不是他前女友，而是他前女友的朋友。没错，他前女友正是山明。原来这小子就是山明那个一变帅就把他抛弃了的初恋呢。白河找他是想安排他和山明见一面，给好朋友一个惊喜。虽然钟武根本没那个脸见人家，毕竟当初他因为想和其他女生玩而甩了最喜欢自己的女孩，玩到最后才说果然还是你比较好，未免也太不要脸了。而且以前的山明是个乖乖女，被钟武伤害过后才改换形象变成了辣妹。那时候他父母正在因为离婚的事情争执不休，钟武不仅没陪伴他，还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龙斗却知道这两个人的心里都还有对方，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接纳对方的错误继续走下去呢？结果龙斗的两个好兄弟突然找来说白河和山明出事了。好久没见过这么土的搭讪方式了，轻浮男撅着嘴非得让山明亲他一下，还说不亲就会死。山明恶心的不行，那你们都去死吧。这么一骂反而让那两个男的爽到了。山明和白河想走却被拦住，关键时刻龙斗及时赶到，以男朋友的身份拉住女朋友就走。两个霍霍男无所谓，反正还剩下一个呢。就在这时，气场全开的钟武拉住那男的肩膀，让开，那是我女朋友。时隔多年的初恋，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山明有些愣愣的任由钟武把自己牵走，最后忍不住哭了出来。钟武也没忍住，将他紧紧的抱在怀里。唯一受伤的就是以为自己跟山明有戏的好兄弟了。另一个好兄弟伊地之则打算一鼓作气向朱妹告白。当天校庆结束后，就找到了朱妹，告诉了她自己的心意。可朱妹的表情却是一言难尽，一脸嫌弃的问伊地之为什么觉得他会答应，他们根本就不熟好吧？对着一个不了解的人说喜欢，这样的喜欢算真正的喜欢吗？朱妹是一个对待感情相当认真的人，她无法忍受伊地之的轻佻，怒斥了他一顿就直接走开了。白河替她向他们解释了一下，朱妹明明很可爱，却一直没有男朋友，所以经常有人向她告白，每次她都会很消沉，因为她非常认真看待恋爱和交往这件事。说这话的时候，白河看向了龙斗。之后三个失意的边缘人开始互相鼓励。龙斗突然站起来冲向了教室，在走廊上找到了白河，将自己和钟武认识的事情告诉了他。其实白河跟钟武并不熟，是山明让他看过照片，那天他偶然在街上遇见，就跑去跟钟武搭话了，没想到会被朱妹误解，名牌包包也是奶奶给他买的。白河问龙斗也觉得自己会去做爸爸活吗？龙斗坦诚他完全没有那么想。白河不再追问，这次多亏了龙斗，那两人才能见面，他真心实意的感谢了他。毕竟人生那么短，能遇到双向喜欢的人不容易，能不错过还是不要错过了。龙斗却觉得人生也可以很长，比如他就想永远和白河在一起。然而以前听到这种话绝对会很开心的白河，这一次却没有什么反应。周末白河来池袋找龙斗玩，山明也终于把钟武约了出去，还打算今晚就搞定初恋上本垒。白河是真心为朋友感到开心，龙斗的两个好兄弟就没那么幸运了，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回去的路上，龙斗邀请白河下次再叫上大家一起出来玩生存游戏之类的活动，白河却笑着拒绝了，说不想耽误龙斗模拟考的时间，两人就此分道扬镳。第二天，白河和朱妹一看到山明过来，就迫不及待地问他约会怎么样。说完才注意到山明眼底的泪痕，他告诉好友们自己被学长甩了，因为学长说要专心准备考试，让山明忘了他。龙斗听说后就在补习班上问钟武是怎么想的，钟武也有自己的顾虑，他明显感觉到山明想要更进一步，可现在的他没有精力应付那些事情，而且一旦尝过禁果，他们肯定会食髓知味，最后会不断的泡在旅馆或是家里，那他的考试也会再一次泡汤，不如一次断干
赶紧彻底断了念想。说完后，中午又关心了一下这个小学弟跟女友的关系有没有修复。一提到这个，龙斗就心慌。自从上次约会回去后，他就觉得好像和白河隔了很远的距离，表面上看起来还好，实际上连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又说错什么惹白河不开心。另一边，白河也是这种感觉，正在跟好朋友打电话，两人都受了情伤，说着说着就一起哭了起来。龙斗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跟女朋友的双胞胎妹妹告过白，现在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中午嘲笑他，要是抱着这种想法，这辈子都别再交女朋友以外的女性朋友了。可龙斗原本就交不到女性朋友，是在和白河交往后才打开了新世界。他是真的喜欢白河，就算之后会失去白河，他也根本不需要其他要好的女性朋友。中午对这番话有些触动，如果他当初对待感情也能如此认真就好了，可惜一步错步步错。与此同时，白河和山明也相拥而泣，而龙斗再一次在车站遇到了黑赖。分别的时候，龙斗突然叫住黑赖，表示他们以后还是别再两人单独说话了。黑赖也觉得这样更好，虽然他对龙斗的感情没那么容易消失，但是在运动会之后，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白河。对他来说，白河幸福是最重要的，他对龙斗的喜欢还远远比不上对姐姐的喜欢。两人约好以后不再单独说话，龙斗也下定决心说出了自己曾经对黑赖的感情，那也是他的第一次恋情，当然都是曾经了。把话说清楚后，龙斗立刻给白河打了电话，刚好白河也有话想对龙斗说。然而两人都没来得及开口，就听见不远处的一声尖叫，龙斗立刻冲了上去。骚扰犯看到有人过来，赶紧逃走。事后龙斗带着黑赖去警察局报案，做笔录的时候，黑赖发现自己的耳环不见了。龙斗看他已经安全了，白河也说拜托了妈妈来接，就直接离开了警局，想跟白河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跟黑赖在一起。白河却表示周末出来说吧。可是到了周末，在龙斗开口解释的时候，白河又让他别说了，然后直接来了句我们分手吧。当然不是因为这件事，只是他们两人已经渐行渐远了，再继续下去就不体面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看到不远处的小夫妻，两人的脑海中都浮现出了交往以来的点点滴滴。明明两情相悦，明明也可以像他们这样恩爱生很多孩子，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呢？龙斗无法接受，当着白河的面就开始爆哭。他不想分手，他只是跟黑赖说我们别再两个人单独说话了而已。他知道追根究底是白河在意他曾经喜欢并且告白过黑赖，可过去的事情他又没有办法改变。白河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他越是喜欢龙斗，就越是患得患失，所以干脆选择不要继续下去，这样却只会伤害他们两个人。最后龙斗一把哭泣的白河拉入怀中，不管是自己的错还是白河的错，又不是什么大错，更何况他们还只是高中生而已呀。就是因为犯错才会成长，才会变成大人。白河终于明白自己的决定有多么伤人，刚想说不分手了，正在玩小汽车的小男孩却拿着车撞到了龙斗的后脑勺，反而打破了悲伤的氛围。小情侣忍不住相视一笑，彻底化解了曾经的误会，在夕阳下情不自禁吻了对方。不过黑赖是白河的妹妹，两人的话题还是绕不开她的。白河告诉龙斗，其实自己很珍视的那个耳环的另一只就在黑赖那里，父母离婚的时候他们曾约定长大后要一起戴。听到这里，龙斗突然想起来黑赖那晚说自己丢了耳环，说明他也一直把耳环随身带在身上的，立刻带着白河去了那天晚上的地方，在草丛里找到了耳环，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白河觉得自己肯定是误会了妹妹，能将他们的约定放在心中，黑赖肯定还把她当姐姐。于是在第二天老师宣布黑赖的英文作文荣获全国优秀奖的时候，白河突然站起来称赞真厉害，不愧是我自豪的妹妹，然后趁机说明了自己和黑赖是双胞胎姐妹的事情，将耳环还给了妹妹后抱住了她。时隔这么久才说出了心里话，黑赖能转学到这里，她真的很开心，姐妹俩也重归于好。白河的朋友们也热情的过来打招呼，一切妨碍白河和龙斗感情的因素全部被剔除，接下来就是本垒时间了。阴暗处男和校花女神交往，一到圣诞节这种约会的好机会，处男就想趁机上本垒，结果女神说她想趁这个机会让其父母复合，估计龙斗以后半夜想起来都得起来扇自己一巴掌，真不是东西啊你。白河是觉得自己已经跟妹妹黑赖和好，说不定可以趁机让爸爸妈妈也和好，他们一家人又能恢复以前那种和乐融融的样子了。而且妈妈刚离婚，恢复单身，简直就是重修旧好的好机会。白河也将自己的计划跟黑赖说了，黑赖当然是支持的。他们打算在平安夜那天晚上分别把爸爸妈妈叫出来，给他们对方一个惊喜。到时候姐妹俩和龙斗在一旁当说客，
肯定能让父母回忆起以前一起快乐生活的日子。龙斗觉得好是好，就是他一个外人会不会有点尴尬？白河却表示他非常希望龙斗能来，而且他打算把父亲叫出来的理由就是想让他见见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都这么说了，龙斗当然是在所不辞。这几天白河和黑赖都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到那天要怎么说。就在这时，请假好长一段时间的伊地知突然回到了教室，他一出现就震惊了所有人。好家伙，胖子果然都是潜力股，一瘦下来立马变帅哥。猪妹更是瞬间满脸羞红，因为瘦下来的伊地知实在太像她推的那个偶像了，再加上伊地知的身高也跟偶像一模一样，完完全全就是她的理想型，搞得她现在已经开始后悔当初拒绝伊地知的告白了。白河表示，那你可以主动向伊地知告白呀，可是这样对猪妹来说太丢人了，她实在是拉不下那个脸。山明听了他们的讨论，却默默离开，在天台上犹豫着要不要把中午拉黑。没想到龙斗的另一个好朋友任志明跟了上来，用着拙劣的搭讪技巧跟他寻找话题。山明一眼就看出来这家伙想泡自己，嘲讽他，你还是先修炼个10年再来吧。任志明当然知道自己被拒绝的概率很大，可是如果不做点什么，不就永远也做不到吗？这句话有些打动山明，所以他换了一个理由拒绝任志明，只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而随后跟上来的龙斗默默听着他们的对话，知道自己的好友也在为情所困，却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因为山明喜欢的中午也是他的朋友，更何况人家两人早早就认识了。任志明这个后来者能够插足的希望太过渺茫了，而且龙斗现在也有自己的烦恼，他可是马上就要见女朋友的父亲了呀。这个少年竟然对着圣诞老人喊岳父，哪怕对面是圣诞老人石像，他也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白河看到他这副模样，就安慰他不用紧张，然后抱着男朋友的胳膊去了提前预约好的餐馆。黑赖和妈妈已经到了，妈妈看到白河很惊讶，就问怎么回事。姐妹俩只说想久违的一家人一起过圣诞，说不定等会儿爸爸也会过来。妈妈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很想见到前夫，但是为了女儿们还是留了下来。很快白河和黑赖的父亲也来了，然而他身边却跟着一个女人，因为白河跟爸爸说想让他见见自己的男朋友，所以爸爸也想趁这个机会介绍自己的新女朋友，也就是这位阿姨。所有人都被打了个猝不及防，白河和黑赖的计划也显得非常尴尬。而刚刚还说不想见到前夫的妈妈，此时竟然也露出了有些难过的表情，问前夫是不是要再婚。听到爸爸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白河当场就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一场好好的平安夜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妈妈带着黑赖先回家，拜托龙斗帮忙照顾白河。将白河送回家后，龙斗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待在这里，就想直接离开，却被白河拉住，请求他陪陪自己。没想到龙斗竟然一口回绝，主要是他这几天一直在想上本垒的事情，如果留在这里过夜的话，他肯定把持不住。而他之前答应过白河，一定不会勉强他，这种事情一定要白河主动提出才行。白河就误以为他的拒绝是对自己的抛弃，直接把人推到了门上。龙斗的手刚好摁在了开关，把灯给关了。现在天时地利人和，白河又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看两人就要天雷勾地火，一发不可收拾。白河也说想抱自己也可以，只要能留下来，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终于龙斗还是没能坚持住，一把把女朋友紧紧抱在怀里，结果发现白河的体温高得不正常，这才注意到人家已经发了高烧，而且在他背着人送回房间的路上还说起了胡话。这种情况下，他要还是想着那些事情，就太不是人了。赶紧把白河安顿在床上，用毛巾帮他降温。没想到白河在睡梦中也要喊着龙斗的名字，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要守护他的决心，紧紧握住白河的手，给予他安慰。另一边，任志明也来到了山明打工的寿司店，准备今天晚上就一鼓作气正式告白。这个少年在大雪天苦等心上人3个小时，才看见人从店里出来，赶紧尾随了上去。结果还没来得及叫住人家，山明就突然折返方向跑了起来，直接跑到了钟午所在的补习班，一间教室一间教室的找，终于找到了钟午。一上来就霸气外露的告诉他，我会等你的。
因为钟无是用自己要考试的理由拒绝山明的接近。既然如此，那就等他考完试再聊他们俩的感情。说完这句话后，山明就扬长而去。钟无像是才刚反应过来一样，赶紧追了上去，将自己的围巾给山明围了上去，算是默认了和山明的约定。看到这一幕的任志明默默摇了摇头，失落的独自离去。好在他还有好兄弟伊地知，一听伊地知说偶像的直播要开始了，赶紧跑回家给主播刷礼物。第二天就是圣诞节，白河在龙斗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烧已经退了，而且从圣诞节的早上就能跟最心爱的龙斗在一起，让他感觉太幸福了，也能暂时忘掉昨天的不愉快。他将为龙斗准备的圣诞礼物递了过去，是一堆他在神社里求来的护身符，每个护身符保佑的都是不同的事情。龙斗当然也为白河准备了礼物，不过在那之前，他先换上了圣诞老人的装扮，逗得白河哈哈大笑。而他准备的礼物是和上次在祭典上给白河买的月长时一模一样的宝石。看着漂亮的宝石，白河忍不住感慨，我的圣诞老人已经不是爸爸了呢。以前都是爸爸扮成圣诞老人送他礼物的，但是现在能让他开心的人已经变成了龙斗。其实过了一夜，他也已经想通了，爸爸应该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作为女儿只需要接受就行。白河将2颗月长石做成了耳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给山明打电话，想要告诉他自己圣诞节和龙斗过得有多么开心。唯一遗憾的是，龙斗居然没打算跟他做色色的事情。可关键是前天晚上他发烧了，龙斗再怎么想要也不可能不顾他的身体吧。不过白河竟然开始在意这个，就说明他自己已经有这个念头了。山明告诉他，这就是恋爱的表现啦。他之前谈的那些恋爱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恋爱，也没有去喜欢他的男朋友们。但是现在龙斗让他第一次产生了这个念头，白河恍然大悟，原来我也有可以给龙斗的第一次呀。于是之后他开始使用浑身解数勾引龙斗，还穿上了宅男最喜欢的女仆装和兔耳。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龙斗进行第一次了呢。